欢迎来到阿平老乐频道。今天来跟我们聊音乐的 VIP 呢是炎亚纶，以及他带来的新专辑《Ikigai》。每个人在精神层面都有赖以为生的某种东西，称为 Ikigai， 也许是某个人事物、某种行为或信念。而这张专辑记录了他历经低潮后重新找回人生的各种 Ikigai。马上让我们欢迎炎亚纶。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炎亚纶。开始之前，别忘记订阅阿平朗乐，并开启小铃铛与粉丝热推。别忘记追踪炎亚纶的所有官方账号哦。因为这张专辑做了3年，然后我觉得在跟三立老师沟通的过程中，我们隐约感觉到，如果没有这张专辑，我们可能会没有办法继续往前走。然后再把视角缩小，更微观的看每一天的生活。会觉得那一段日子，就我个人的步调而言，好像被很多我没有注意到的是小事情被救赎这样。哦，所以你本来就认识 Ikigai 这个单字？不认识。哦，你是、我只认识它是一个牙膏的品牌。哦，因为这张专辑老师给我的这个名字之后，我去研究了这个字，我才觉得那个牙膏取得真好。因为它不是一个每天会让你很幸福的事，但是你起床你做这件事情是一个 Ikigai 这样子。哦，它是一个日常 push 你就是往前走的事情这样子。一种小确幸吗？或者一种救赎吗？这样？一个呼吸的理由吧。对，因为这么严重，蛮严重的。我不觉得它是一定是幸福的，所以一直会不断有人在对谈当中会不小心把这个字跟我个人的小确幸放一起。但是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小确幸的代名词这样子，因为小确幸对我来说可能是，例如说发票中了200，或是在某一件很久没有洗着正要送洗的外套当中发现了200块，这一种是真的是我的会想的小确幸这样。你也会捡到200块？会，我常常会乱放一些东西。然后或者是我很久没有发现我最喜欢的那块眼镜布，然后终于从洗衣机被我捞出来，他说：“哦，原来你在这，这是小确幸。”但是那一段时间的 Ikigai 是，比如说我想到，如果我真的很任性的在床上躺着不起床的话，我的猫可能会很饿，或者是它可能会很担心、很难过的这种事情，会让我必须要起床，然后好好的陪他们这样子。好啊，我们接下来就要来导听一下，到底是哪些东西让你可以活下去。你是历经真实的实力。哇，这个听起来很容易被人家challenge。好，请说。你就是想为什么会有一个事情是有绝对对或错的事情吗？大部分人都会觉得分手是一个惨不忍睹的过程，或是必然是一个老死不相往来的结果。这很好啊。前任不是死光光最好吗？你是这一派的，是不是？对啊，对啊。是哦。可大部分的前任其实都还蛮了解我们彼此一些，比如说你包装你自己的人设啊，或者是说你真实的起床的样子啊。我倒认为有一个人能够知道你的这一面是蛮好的，因为我自己个人在一般生活当中是很难有人愿意很靠近跟接近我。然后所以对我来说那种 intimacy 是我很渴望的。世上会有对的分手。也因此我会觉得每一个前任大部分都算是了解我的人，因为他们都比一般人还要更深入一点，即便是多10%，我都会觉得他比一般人了解我，所以我很喜欢那种你好像稍微懂我的那一种感觉。即便是我的好友挚友，好像都没有到那一种程度。这样听起来感觉很亲密，为什么他们这个歌曲里面的人会走到要分手呢？亲密，一切都很对啊。亲密不见得一定可以走到最后。
因为你刚刚讲到你喜欢抱抱这件事，我就觉得因为这首歌是12/8拍，我听起来它是3拍子，我就觉得很有那种抱在一起，然后一起旋转嘛，有一点在跳舞的感觉。对，就很符合这个歌曲的一个情境。但曲终也会人散。但我觉得我对你这个歌的想象听起来，现在就是比较像是他好像你感觉就是一个可以跟前任做朋友的人，所以这个歌听起来就是感激大于那种愤怒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人好像没有办法 carry 仇恨或是恨意太久。我自己曾经用恨意走了一段时间，支持我的生活或是支持我 upgrade 的动力都来自于仇恨这样。但后来最终我发现这个仇恨有一个天花板是清晰可见的。后来我的经验告诉我，仇恨好像不值得我放在心里那么久。所以我再多的再惨烈的分手，到最后我还是不会对这个人一直怀恨在心。真的哦，怎么人这么好？没有遇过很坏的前任？有什么？有，比如说什么简讯分手，好可恶哦！简讯分手很长啊，很长，然后你都不会生气，还有一通电话分手的呀，对啊，就当下都会觉得你在干嘛，但都有经历过，反正我的经验就是那么丰富，所以我觉得我翻阅的书，关于恋爱这本书，其他我不敢说，但是恋爱的样态我还经历蛮多的。大家可能会以为我好像谈恋爱都很顺利吧，但事实上并不是。但是你的处理方式听起来就是都是好好的再见吗？还是没有？这从来没有。从来没有觉得这件事情应该要好好的画上一个句点，或者是一个分号，或者是换下一篇。也因此才会有这首歌。觉得对的分手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而我只是去运动，巧遇几个朋友，不是消失几个钟头。退化的泪腺，这是什么情侣吵架的歌词？因为有过经验，会发现自己对于很多情感，不管是爱情或是友情，都会有一点点收手。反正你总说我是只哭了没有心，不要爱意只剩全忘，有情绪放自己瞒着不分享。那久而久之，你会以为你是一个没有泪腺的人，觉得这不就是过往的经验啊？这不就是我经历过的某段情感这样子，没有什么好去把它夸大或者把它加上太多自己的幻想这样子，你会误以为自己是个冷血的或是铁石心肠的人这样。但是如果沉淀或是把这一切都扒开来看的话，其实我还是一个非常感情丰富的人，因为唯有感情丰富，你才有办法把自己伪装成一个铁石心肠的人。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对我来说，听感有一点点害怕嘛，有点胆小，因为它的旋律通通都写在就是 C 这个音附近。我就觉得哇，他的旋律跨不出去，他被困在这个地方的感觉，框在某一个领域里面，但这个领域里面，你很知道，一旦打开，它就会如洪水一般宣泄出来的感觉。它的核心是小狐狸跟，他有说小狐狸跟王子，他们不知道彼此是彼此的玫瑰。那其实，在那个真实的。那个童书里，那算童书吗？B612星球上面，他们其实好像都不小心忽略那朵玫瑰是他们想象投射出来具象的一个东西。事实上，回到现实生活中，他其实在你旁边，愿意待在你旁边，在同一个空间，就好像可以是幸福的了。我觉得应该是葛大在问我现阶段遇到的感情的状态，给他的某一种启发吧，我觉得有可能。所以这个是你在自我检讨吗？因为我是一个
我好像是一个会幻想很多事情的，就是我们可能可以，就像刚刚说的，冬天我们可能会依偎在同一条大的盖毯上，下面，然后share彼此的体温的画面。我是一个画面人，我会想象我的爱情会长那样，但我很常会因为没有达到那个画面，就可能自我怀疑，或是自己觉得我是不是不值得。对你口无遮拦，随时随地能开朗。好，接下来这首歌是听说你觉得专辑最有爱的一首歌吗？家庭会议。对，应该说这个爱是比较 pure， 不是最有爱。可能我们也读不懂喵星人或网星人在讲什么话，所以我们会下意识的觉得他们的喵跟汪都是正面的词语。多期待，时常欢聊一聊。你会把猫的这种宠物的这种对价关系看得很轻，就是我不一定要你回报我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爱是以人类角度来说，相对是纯粹的。那我好奇这个歌的编曲啊，那时候有先跟老师说是猫咪的故事嘛，因为我觉得它有很多那个，比如说噔噔噔噔，就听起来很俏皮。对，而且包括你唱歌的那种口气，我感觉好像都是。有可能你是那只猫，或者是你轻轻的在跟猫说，就有一点性感吗？还是怎么样？我觉得以生活角度来说，我比较认为它是因为我们在外面都需要武装跟盯着，但你一回到家看到它们的时候，你突然生命就有弹性了起来。所以你说的那个 bass 的感觉吧，才会让你觉得有弹性。然后或者说我唱的时候可以。好像不用刻意的，像以前很 old school 的唱法，有故意的颤音的结尾，或是会有每一个字去雕琢每一个口气的感觉。我常常颤音都是刻意营造的，但如果你很 airy 的话，你的那个颤音是很自然，因为你的声带疲劳而有的频率。那你只要这个情绪在那个歌里面，其实它可以去分别在每一首歌里面发出不同频率的颤音，这样。这是我一直在学着要去掉以前的习惯的地方。当然很痛苦，因为很多东西很习惯，比如说我的尾音很喜欢拉长之后下来半音做结尾，但是我们常常因为一个字的结尾，我听不出来我自己有降半音在拖，但他就是不要那个东西，所以整张专辑我最痛苦的地方是我不断来回跟他把那个尾音就是持平到结束，然后他也很在乎我这张专辑每一个句子的结尾的怎么收这样子，有时候加太多反而会听起来很老，它要很减法的。减法。